Tony 幫你做功課系列，奶昔之亂背後的流量陷阱，電商平台如何收割排隊熱潮？排隊3個小時只為了喝一杯奶昔，那這個是真愛還是別人的韭菜？嗨，我是電商 Tony 陳，覺得商業世界的套路太複雜嗎？歡迎收看 Tony 幫你做功課，我就不講大道理了哦，只帶你邊吃瓜邊看看門道，也讓你的口袋順便多賺一點錢。那這次我們來講麥當勞的奶昔之亂哦，奶昔之亂你還有印象嗎？有人提前3個小時去卡位，有人排隊排到懷疑人生，結果賣5天，全台灣你跟我說斷貨哦，還是沒印象嗎？來幫你複習一下，新聞在這邊哦，標題我念一下：麥當勞奶昔回歸，首日試賣，民眾提前3小時卡位排隊哦。那內容就是睽違9年以後，麥當勞又開始賣奶昔了。而且還順便賣奶昔大哥的周邊，這個紫色茄子毛茸茸的，這個我不知道，我小時候我就覺得看起來有點恐怖。好，沒關係，還是有人喜歡。好，那結果是怎樣？就是賣爆哦。來，你看這個截圖，西湖麥當勞直接給它排到滿出來，就是這麼誇張哦。然後說從排隊到買到至少要等3個小時這樣。西湖內是那個呢？那個內湖科學園區呢，以前我也在那裡上班，花3個小時排隊買到，我跟你講，去抓哦，翹班，都是翹班去排的。那可能是其他的什麼往外面跑的啊，跑客戶回來啊，然後大家電話打給他，賴給他，然後叫他去幫忙排，一次買個5、6杯帶回辦公室，可能是這樣吧。這個感覺，如果是我的話，我就會幹這種事哦。好，來，那台灣人真的是很喜歡排隊啊。現在是說只賣5天就賣到缺貨，要等到11月月底才能補貨這樣。不過我未看現在這個一補貨哈，脆上消息一散布啊又沒了。果不其然，我現在要找我也找不到啊。你有沒有去排奶昔？嘿，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我未看先猜，應該也還沒有完成補貨哦。這個我八卦的時候再順便講哦。啊，如果你運氣好有遇到的話，那就買買看嘛哦。不過不便宜耶，那一杯好像69塊吧啊，看一下有多好吃哦。像我們去國外旅遊嘛，我們經常去日本，日本不是有那個嗎？好像日本比較貴的漢堡的那個品牌嘛，哦 ，Shake Shake 啊，它就是不給你什麼可樂啊，什麼紅茶，它就是給你奶昔，很小一杯哦，很符合日本人的那個食量。奶昔大概就那回事吧，我個人認為那喝起來很像融化的冰淇淋，還不錯哦，但對我來說有點太甜啊，不知道台灣現在麥當勞的奶昔喝起來怎麼樣？我是想要去買的，本來想說拍片的時候手上拿一杯啊都沒有。它全台有限定門市。那我這次要跟你聊的是麥當勞哦，麥當勞雖然現在都被人家叫台麥哦，台灣麥當勞哦，那可是它就是素食業者龍頭嘛哦，麥當勞。麥當勞在台灣早就不是一般的連鎖素食店，它更像是一種反正大家的共同記憶就對了。因為每隔一段時間哦，它怎樣？它很厲害哦，它都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排隊熱潮。例如之前造成大轟動跟一堆公關危機的是什麼獵人卡牌嘛，對不對？我說真的，那個我也想要獵人卡牌哦，也是各種排爆，然後網絡上也是各種溢價在買哦。還有1999年，我跟你講，這個真的是排隊老祖宗哦。1999年 Hello Kitty 之亂 ，Hello Kitty 你還記得嗎？還是你那時候還沒出生哦？就是一大堆人哦，不分男女老少哦，而且會把小孩子帶去一起排隊，那個小朋友就要就在哭就在吵，同學都有他也要有，然後就去排了。這個真的是把爸媽把家長都逼瘋了。Hello Kitty 的娃娃，你看這張圖，這是有證據的哦。你看一下這張圖哦，你是不是有看到一個爸爸是蹲下來的？他在幹嘛？安撫女兒啦。那一定是女兒吵着想要，那個爸爸怎麼可能會想要？就這樣哦。在1999年的時候，黃牛是還沒有現在那麼氾濫，所以排隊真的就是一般民眾。麥當勞是真的很厲害，他每一次都可以很精準的打擊到消費者需要，而且掀起這個排隊的風潮。他也有足夠的廣告預算，可以讓全台灣一起來做一個活動，這是實力很強勁。所以人家那種巨頭的操盤我們當然資金實力上是拼不過人家，因為我們要去參考我們要去看。麥當勞是真的很。他的行銷這真的是人才，他就是有辦法去洞悉一下現在社會上流行什麼，我推什麼活動會造成一個排隊的風潮，真的是厲害。然後都出現現象級的排隊畫面，而站在一般人的角度來看，只會覺得說這麥當勞怎麼又搞一些有的沒的，然後一搞有的沒的，我平常只是要吃個午餐吃個晚餐，排隊排成這樣，我就不想去了怎樣又怎樣，然後口嫌體正直還是去排隊。
為什麼？因為兒子女兒吵着要哦。那現在我在看現在是做什麼盲盒活動嘛，對不對？那個 IP 我是不知道，不過一定有喜歡的小朋友啊，不然麥當勞不會推這個活動。好，從電商巨頭的眼中哦，看了就跟一般民眾視角就不一樣了哦。電商巨頭的眼中哦，會看到另一個景象哦，看到的不是排隊的人潮，而是一個個行走的提款機啦。因為人潮就是流量嘛，而流量就等於錢嘛。對電商來說哦，排隊是怎麼樣？我跟你講，排隊是罪惡，排隊是一種極致的浪費。我們就是不要排隊，而且不要人到現場去排隊，浪費那個往返交通，電商才被開發出來的嘛。那排隊在電商的眼中看起來真是很奇怪的事情。那幾百個站在烈日下排隊的人所浪費的每一分每一秒，對電商人來說，這個都是我不夠好嗎？為什麼你們要去排麥當勞，不然我這邊不用排隊了，買我的商品訂我的外賣之類的。如果能夠有辦法把人從馬路邊給他搬到手機螢幕前那這個是電商人會去思考的事情看能不能把麥當勞流量搬到自己家啦。例如說這幾萬名全台灣都在排隊的人，他不是在現場付現金而是怎樣在我的網站上購買什麼商品，然後我會送他奶昔的兌換券，對不對？這樣是不是瞬間我就可以獲得好幾千、好幾萬名高活躍度的用戶？這也是為什麼你會看到現在很多電商平台大的通路平台，現在都喜歡跟連鎖餐飲集團開會，然後去做一些合作案，把這些熱門商品變成一張張的什麼電子票券電子票券，因為他們想要的是將線下的熱度轉化為線上的營業額是這件事情。好，那我們接着來聊電商在戰國時代的困境，我們就來聊說電商現在遇到的困境到底是什麼除了巨頭夾殺以外那白話文講就是大家狀況都差不多了差不多慘了。你說酷澎有多強但它目前看起來就是卯起來去建倉庫，然後卯起來去補貼，就是台幣戰士打法瘋狂免運蝦皮也差不多對不對？2026年就是要推出無條件全站免運了。好像目前巨頭打起來，好像免運跟撒錢以外，有沒有其他比較厲害的招？可惜現在是沒有看到。然後這些電商平台又遇到同一個問題，叫做什麼？就是低頻了，低的頻率低頻。低頻的意思就是說，消費者不會天天去打開那個 app。例如說，你會在 Momo 上面買一些有的沒的東西家裡要用的商品甚至是家具家電，像買洗衣機冰箱、電腦等等。好。那這些東西久久買一次，不會有人每個月在買冰箱啦，不會有這種事情。然後再來是零食、餅乾、飲料、衛生紙，這種頂多一個月補貨一次了不起就是可能就是週期在訂，它不會天天訂啦真的不會。所以電商平台現在遇到的困境是什麼？是消費者不會常常來逛，只有想到的時候才會來逛，以需求先有需求，他還會想到要打開，那就是造成了這個低頻這也是為什麼蝦皮要去開發那個遊戲，然後蝦皮遊戲真的有夠多，然後淘寶更多更誇張，種菜養雞然後你玩遊戲之後還可以拿到蝦幣或是品牌的兌換券優惠券或是抽手機等等的。請問這在幹嘛？你那個蝦皮你幹嘛要搞個手遊？那個手遊看起來畫面音效也都差正版手遊好大一截，那它到底在幹嘛？就是要增加你打開 app 的頻率，只要你沒事打開種個菜，然後在等捷運的時候養個雞收一下蛋之類的。好，只要你沒事打開來玩個遊戲或什麼的，他就有機會再行銷你，他就有機會用廣告去刺激你就是這樣打的，就是這個主意，要讓這個想到才去開 app， 然後提升成什麼，就是不只是想到，那沒事的時候會把它打開來看，然後發那個 app 的通知告訴你說什麼什麼東西收成，什麼有沒的，就是這樣打這個主意。不然你不覺得很奇怪嗎？你要做遊戲就好好做，那個畫質之低劣那好像也不影響所以大家是真的要玩那個遊戲嗎？也不是大家是怎麼樣？大家是就要他的蝦幣就來消磨一下時間之類的。好，那他同時就會偷渡很多非常多的，還有那個開箱子嘛所以同時就可以偷渡很多的那個品牌的廣告去刺激你去完成下單，把那個頻率變高。再打的是這個主意，不然蝦皮幹嘛去做遊戲看能不能讓低頻變中頻，沒辦法說變成高頻。我們台灣真的能稱得上是高頻使用的 app 就是 LINE， 就是通訊軟體，沒辦法。
那個就是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還是家裡，全部都是用 LINE 在溝通哦。對哦，順便跟你討論一件事情，如果 LINE 的打開的畫面哦，然後出現了霸屏的廣告哦，持續15秒才能關掉，你覺得會怎麼樣？我跟你講，LINE 賺翻，一定賺翻，但 LINE 至今都沒有這樣子做。你只要他一這樣子做，我跟你講，那大家就會唾棄他了。真正高頻的 App 哦，反而不能用這種方式盈利，廣告的方式盈利，所以低頻啊、中頻啊就差不多哦，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你看那個中國大陸的微信，它那個人口才多嘞，使用者是億耶，可能超過10億人，世界上超過10億人在用微信一打開還是一個人在看地球，所以那個人是外星人，因為他看着地球嘛，好，那邊為什麼不塞廣告？對，他們那邊隨便塞一個什麼飛天茅台或什麼，不是賺翻了嗎？賺幾十億人民幣都行，不能塞，一塞馬上就會有其他的用戶就會唾棄它。所以高頻的 App 又有高頻自己的玩法反正我們現在講的是低頻的購物軟體到中頻可以用遊戲然後去處理，然後畫質低劣一點就低劣一點沒關係，反正人家不是真的要玩那個，他只是要那個蝦幣而已所以同樣其他電商平台也會要找一些什麼東西，找一些東西來讓你提高打開它 App 的頻率，對不對？蝦皮現在是用遊戲嘛那這個東西必須要怎樣符合以下3個特質第一，極度便宜，便宜到就不需要思考，讓大腦的防禦機制失效。像剛才講的蝦皮遊戲就它甚至不用錢它還送你蝦幣讓你去抵用一定要很便宜讓你沒有戒心的打開。第二，要極度的高頻，高頻要高頻到每天都要開或是每天都在用。同樣蝦皮遊戲你可以每天玩，而且它遊戲很多呢，然後它故意設定的週期不一樣週期不一樣就是你上午可能收完菜然後下午又可以撿個蛋之類的，它就是這樣子搞，都錯開的。就好像我們玩現在的手遊嘛，每天我們打開一大堆紅點你上午把它清完，下午又有紅點，因為那個週期不一樣，就是這樣還可以抽獎什麼的。那第3點是容易使用，蝦皮消消樂，男女老少隨便都能玩，5歲小朋友都在玩沒有門檻。再來我們來聊電子票券是 Momo 的導流王牌Momo 咧，Momo 在玩遊戲嘛那 Momo 現在的導流的王牌是什麼我這樣看一看我認為 Momo 現在找到的賽道是電子票券是不是想不到？這個聽起來那麼平平無奇的東西目前看起來是 Momo 導流的一張王牌。我先給你看證據，後面我們再來分析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說。來看第一張圖，這個是 Momo App 手機 App 打開來的搜尋視窗，你看大家在 Momo 搜尋第一名是什麼東西？麥當勞什麼東西？對不對？莫名其妙。我現在是打開 Momo， 你讓我看麥當勞，這個熱度很高2999萬大家都在搜，連 iPhone 17 Pro Max 都是輸給麥當勞的，你就知道大家到底是在幹嘛？明明就開 Momo 了，在那邊找麥當勞，找他電子票券啊。然後我們來看第2張你看我框起來的地方，目前賣的最好的是什麼？早餐豬肉滿福堡加蛋，賣了幾份？40萬份。我有去確認過，這個東西不是每個月更新那反正過個月他還是寫這個，還是累加的。好，40萬份。然後冰旋風也賣了5萬份。那我們來算豬肉滿福堡加蛋這樣子賣了多少錢？售價它是58方便算，我們直接算60。那個麥當勞券，如果你是早餐要吃麥當勞，還是想說動不動想要吃個麥當勞的話，會路過的話，那你是真的可以買，因為真的很便宜，真的很便宜。我去買那個什麼餐正餐的我算起來是6、7折就是6、7折然後到他的那個機器嘛，然後點嘛，然後用掃的一樣就可以點，所以很不錯啊。我也是在 Momo 上買的，然後買這個他還開發票，就這樣，真的是很便宜如果沒嘗試過了，你真的可以打開 Momo 去買買看。那我們就來算說，這個豬肉滿福堡加蛋它售價58元然後賣了40萬份，好算了，我們算60嘛。OK， 光是豬肉滿福堡加蛋就直接幫 Momo 幹出了2000萬的營業額，你不覺得這很誇張嗎？而且麥當勞又不是只有這個豬肉滿福堡加蛋的電子票券在賣呢，所以整體帶來的營業額絕對是非常可觀的。那我們講回來，為什麼 Momo 要賣這個電子票券？難道他看上的是這2000萬的營業額嗎？沒有。Momo 在2024年的年營業額是1125.6億，這已經到1000億了，所以2000萬對 Momo 來講就9牛1毛。所以他絕對不是看上這個東西帶來的營業額，他是看上別的什麼
我們複習一下我們剛才提到的電商平台需要找到什麼？找到能夠提高打開網站頻率的東西。那這個東西要有以下3個特質：第一，極度便宜；第二，極度高頻；第三，容易入手。蝦皮找到的解法是遊戲，當然蝦皮也有在賣它的券，也有在賣麥當勞券但它不會被拿出來講。那 Momo 的話就已經可以算是把麥當勞券當做主力在營運了。好，那麥當勞的票券符不符合這個定義？我對照給你看。就是啊，你看它是早餐這個豬肉滿福堡加蛋早餐啊，便宜高頻容易入手，極度便宜豬肉滿福堡，反正它的定價110促銷58將近53折，真的很便宜啊那是不是來都來了就給它買下去了？第二，極度高頻，那個午晚餐時間或是假日，麥當勞人都很多嘛，這絕對是比你買冷氣買冰箱的次數還要多的嘛來，第三，容易入手。電子票券它就沒有使用的門檻，消費者已經都被訓練好了，就算你不會操作那麥當勞的正妹店員也會教你怎麼使用，我是都遇到歐巴桑了。那所以對 Momo 來說，賣電子票券就是一個很划算的生意，因為他不用多付什麼成本，而且麥當勞給他錢，你知道，又增加消費者打開他網站、打開他 App 的頻率，而且賣電子票券還有一堆好處，真的，例如第一個好處自帶流量，你剛才也看到了。麥當勞券就在那邊衝到第一名。消費者想要買票券的時候，我會先來看一下 Momo 有沒有賣。那想要吃麥當勞的時候，先來 Momo 挑一下他喜歡的餐，然後立刻買立刻用。而且當麥當勞搞事情的時候，就像是最前面講的奶昔回歸活動嘛，你看是不是又帶一波話題？那這些人去麥當勞的時候，你覺得大家會乖乖的在那邊櫃檯點餐嗎？去用那個機器嗎？還是在排隊的時候直接那邊優惠券把它買一買，然後再去麥當勞？當然是票券先買起來放啊。好，這時候觸發第二個好處成為帶入機，就是消費者在結賬票券的時候，會順便把之前放在購物車裡的一些小東西啊，沐浴乳啊、拖鞋啊，就一起把它結賬掉了，多出一個消費場景還有第三個優點，成本趨近於零。為什麼？因為它是電子票券嘛，空中作業的它要倉庫嗎？他要物流司機嗎？是不是都不用？所以他就沒有什麼進退貨的成本都是系統做掉。然後消費者使用的成本是怎麼樣？是麥當勞去扛啊，轉嫁給麥當勞所以對 Momo 來說，賣電子票券的邊際成本幾乎為零啊，然後好處一大堆。如果你是 Momo 的話，你做不做？當然是做啊，做爆！我不止麥當勞，我星巴克我什麼通通拿來湊，就是這樣。那你就可以理解了，為什麼 Momo 要做電子票券。然後他現在也在嘗試新的賽道Momo 電子書這跟 Momo 有什麼關係？他沒事這邊做這個幹什麼你以為他想要救出版業沒有，就是多找一支帶入機來，因為那個嘛，富邦旗下還有台灣大哥大嘛，那個電子書這天然適合電信業通路去推的東西，然後就一起推就來做電子書這樣。反正電子書的性質跟電子票券一樣，都是虛擬商品然後你要去賣掉它，你去服務它的成本幾乎為零，所以就來做。那最後我們來講，世界就是一個巨大的草台班子看到這邊你不會覺得很有趣嗎？就是 Momo 搞了一堆有的沒的，開發各種演算法，然後研究 AI， 砸10幾億台幣去蓋什麼物流中心等等有的沒。結果它的帶入機是誰？就是麥當勞的電子餐券，是不用蓋倉庫也生得出來你看連 Momo 自己都這樣認為你看新聞的標題：小額療癒。消費逆勢成長 ，Momo 電子票券吃喝玩樂5折起，年增35%，吸引年輕族群，就真的是這樣啊！現在 Momo 也認為電子票券就是 Momo 的帶入機啊，把人帶進 Momo 的，然後開發各種食衣住行的，把消費者都拐進來再說。他是為了要溫泉他去開 Momo， 然後也不是在 Momo 上買東西，可是人家就會消費，就會結賬，就會打開我 App， 好了，那就來做。怎麼不是說 Momo 現在的購物 AI 有多屌搜尋有多強，體驗有多好，就不是電子票券居然是用電子票券，那為什麼電子票券會有這個魔力呢？其實歸根究底就是它符合人性什麼意思？便宜、好用、可社交，你買起來沒有壓力，然後還可以轉贈給朋友，所以大家會怎樣？就大量購買，然後囤着用。因為自用跟送人都很方便嘛。今天朋友幫了你一個忙，你要請他喝星巴克，以前多麻煩，你就是要買2杯星巴克，然後排隊然後在排隊的時候，前面他們點餐又很慢，然後拿錢又很慢，這邊排隊排了2杯，你去找他的時候，人家手裡剛好有1杯，
那你要怎麼辦？他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嘛。好，那今天你就把它換成買星巴克的電子票券，那你就傳給他就好了哦。然後就跟他講說，有空記得去換，對方也不會覺得有壓力，然後還覺得還不錯哦。以後想喝的時候他自己再用就好了，都不會有壓力，很絲滑的使用場景。然後你就會想說，反正都會用到嘛，那就多買幾張，因為買10張打折之類的，好，你就在那邊囤。電子票券有什麼好囤的哦？這個隨買隨用的東西哦，但是就是大家都在囤。最後你要知道，我們都是快樂的韭菜。囤貨這件事情對店家來說意味着什麼？就是你錢已經付了啊，貨我還不用出，我服務還不用提供呢。也就是說，它的現金流會變得很香，這在商業上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啊，此時啊，它可以拿你的錢去做更多的行銷布局、打廣告，什麼有的沒的，去賺你更多的錢。你只是鎖定它的未來要提供商品或服務而已嘛，未來的就不是現在哦。然後你還覺得自己很聰明哦，因為搶到了便宜，因為真的很便宜，電子票券的打折打下來都會比現場排隊還要便宜很多哦。可是對電商平台來說，沒關係，你就是韭菜哦。可是我讓你覺得很快樂哦，你花小錢哦，你來囤，你來送朋友，這沒關係哦，大家都很快樂。你本來只是想要花100塊，然後通過平台的設計多花500塊，這些多花的錢還不用馬上弄成商品或服務給你呢。那看你哪一天來的時候啊，我現場有就有，沒有就算。比方說麥當勞如果推出奶昔電子票券啊，現在是全台灣都對不到的情況，他有要賠嗎？你可以退啊，但是他不需要賠啊，就跟你說沒貨，沒貨就沒貨哦，就是這樣。這個就是平台會給你優惠的原因。也許下一次當你想要省幾十塊錢跑去買優惠券的時候，不妨回來看一下這支影片。畢竟如果你也因為曾經便宜買過一張電子票券，然後久久都沒用，沒用到就是真的沒愛用的程度的話，你也親身參與了電子票券的這場商業戰爭。你跟我都是這出流量大戲的臨時演員，臨演就算了，我們是還要付錢的齁。記得下次排隊搶奶昔的時候要睜大眼睛，看清楚在人群歡呼的背後誰在默默的數着鈔票，然後覺得我們是笨蛋，這樣應該也不會覺得我們是笨蛋，我們畢竟有付錢的哦。電子票券最漂亮的解法是什麼？就是說一堆人買，一堆人都不用，或久久才來用哦，那我這樣手上就會沉澱的大量的錢可以先用哦。這個可不可以先用哦？等一下八卦講，因為這邊有法規的問題。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先到這邊，給你做個參考。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話，歡迎底下留言討論，我都會看。那如果你想要看到我分享更多商業背後的暗黑邏輯，我也開了 YouTube 頻道會員，歡迎你的加入，讓我可以直接投入更多的錢，幫你把那些複雜的商業套路解釋清楚。不說了，我也要去看看哪邊買得到麥當勞奶昔了。講八卦哦，講八卦。麥當勞奶昔是這樣哦，全台灣指定門市提供12間。12間門市提供，然後現在買不買得到奶昔目前全台都是缺貨的狀態，因為它在2025年11月的時候回歸，反應太過熱烈，原物料都已經用完了。那預計恢復的時間說是2026年的1月12號啦的早上10點半以後才會重新開賣，所以現在去找應該也都找不到才對哦。而且重新開賣以後，每人每次限購4杯奶昔這個東西，我也很納悶，奶昔當初是怎麼退出台灣市場的？這個如果那麼熱賣，那當初為什麼要退出？繼續賣不就好了嗎？總之就是你現在要買可以等明年1月，而且明年1月還是明年1月月中呢，奶昔只能在專屬的那個櫃台來購買，外送平台跟得來速目前都沒有開放提供。我這邊看這個新聞寫這個稿子，我看到我真的也要去買一下這個奶昔到底有多厲害，跟那個 Shake 的奶昔可以比嗎？我不知道去看看。然後再來講回那個電商商業這邊的八卦就是小店家你自己可不可以賣電子票券？可以，要符合法規，你不能夠自己印自己賣。比方說我是一間熱炒店，然後我就弄那個我怕以後沒客人嘛，然後我就說好，這個是8折券，然後多少錢？然後我自己用手寫的，我就來賣，這樣行不行？坊間鄉下地方一定有人這樣子做但是這件事情這是違法的。為什麼？你這樣跟洗錢什麼差別？你拿了一個不知道能不能兌換，你可能會倒啊。不知道能不能兌換的東西，你就跟人家收錢，收完錢了以後會怎麼樣？會倒呢？比方說什麼健身，對不對？
健身會館是不是倒掉一大堆品牌了？他的那個年費、月費、教練費都收了，然後那就收一收，之後就財務困難，然後怎麼樣，然後就拘了。最近不是還有一個瑜伽嗎？所以台灣在嚴格去控管這些票券類，很大程度就是當初的那個健身產業去搞出來了，開了一間健身旗艦館，轟轟烈烈，然後收了好幾萬名會員，然後就跑掉，就財務困難了，就跑掉。你不是收我們超多錢的嗎？怎麼還能財務困難？就是這樣，這是一個圈錢的套路所以小店家不能夠，你就是手寫然後就印當然沒人抓你，你愛弄你就去弄但是實際上這東西是違法的。你要嘛你要怎樣履保履約保證，你要嘛你要發動信託，來確保你以後可以提供得出這個服務。現在健身是好很多了，像什麼健身工廠蝸居之類的，通通都會走這個履保或信託，因為以前台灣政府被倒怕了。跟台灣政府有什麼事情？因為消費者會抗議會幹嘛？會造成大量的外部成本，所以現在有去管理。小店家你要弄，你還是去加入平台，因為平台會去幫你去處理這些東西就他幫你擔保了講直接點，他做東啊，他幫你擔保這樣。我們台灣目前也有很多的那個團購品牌嘛，像愛河購啊、勾媽記啊，很多啊，非常多啊，做團購券，然後17Live 啊那這個你可以這樣子想，如果你開店，應該他們的業務就會來聯繫你那你也可以怎麼樣？你也可以主動去跟他說你想要做團購，那法律金流的事情就讓他們去幫你處理台灣以前是流行過一陣子的團購，叫團購大戰這個改天有機會我也是做一集團購大戰。到現在它的意思已經不一樣了。我們現在講團購很多是網紅啊、YouTuber 啊然後拍抖音啊在做團購不是那個意思。以前的團購券是真的就是券，我相信你也有參與過，大概在2015、16、17的那個年代團購券。那團購券怎麼樣？那時候台灣最大間就是叫 Coupon 不是韓國現在那個酷澎它就叫 Coupon 券他們簽了超多的廠商，然後惹出了超多的事情。比方說什麼，那個團購券對做生意的人來講它有天然的優勢，就是它雖然是第三方，因為它又不是這個熱炒店它是消費者跟熱炒店中間的這個第三方，可是金流過它，金流規模很大規模很大的意思是它的營收會變得非常漂亮那它就很好去做銀行貸款或是什麼有這個優勢，所以團購券會怎麼樣？會毛起來賣。毛起來賣的意思是什麼？假設你一間小小熱炒店你一間店裡只有5塊桌子的小小熱炒店，然後有業務來跟你談，然後團購怎麼樣？好。那要給他抽，那給他抽，他能幫你帶客人嘛？你也覺得 OK， 好，你就店裡面5塊桌子，他給你賣出12萬份，你信不信？你要怎麼弄？你要倒了呢？那就變成說大家去排隊說，沒貨，我炒不出來那個雞還在養之類的，能不能弄？好，你違約，然後你就被檢舉，你就被告了就是這樣。團購很容易發生超賣這件事情。那麥當勞的超賣我們大家是能夠理解，因為現場SOP 就是說幫你轉成其他餐點，或是說就跟你說沒貨，請下次再來我們大家也能接受。以前团購大戰在打的時候不是這樣呢，以前团購大戰管你的就是那個店家也很納悶，我就是一個小甜點店而已，你給我賣出2萬個，然後天天都有人來用這個券跟我對，我根本就賺不了錢，然後癱瘓我真的是，然後後來就發生了那個店家抵制团購。如果你親朋好友在開店他們應該都有被這個團購給擼過，然後後来都是抵制團購的。我寧願就是認份的去做過路客的生意我也不要再搞什麼團購券。我就一間小甜點店，你給我賣5000張，你知道我怎麼對？然後那個都打折打到骨折，我那做我就賠錢做不出來又被人家鬧，我又被人家告，很麻煩就是這樣。台灣曾經發生過團購大戰，那現在的話是外送。就是各家外送的業務會積極去開發店家上外送平台，團購超容易出糾紛都是超賣就是這樣。所以你看那個你在 Momo 上買麥當勞的餐券沒那麼簡單底下密密麻麻的字，對不對？他就在跟你講說，這個團購券如果發生了 A 情況，我們會用什麼方式應對 ，B 情況什麼？你是沒去讀，我是有去讀那就把責任都切得乾乾淨淨。團購到目前為止也還活躍在台灣的市場中，但沒有很活躍。現在看起來比較多的都是這種通路巨頭啦，勾媽吉，對不對？你多久沒用了？
如果你要用勾麻吉，你會買什麼溫泉券之類的吧？因為那個店家也很討厭團購平台，他們亂砍價錢，那就變成說，我用團購去享受那個服務，我得到的都是次級的服務、次等的服務，消費者心情也不好惹出一大堆事情。不知道呢，團購現在就是這個商業模式到現在就是沒那麼夯沒那麼夯。你說團購的本意有問題嗎？沒有問題都是後面執行操作然後各方的利益平衡不了，然後造成這個越走越歪這樣。